我失恋了，什么？我失恋了。失恋了？你看起来不太像失恋的样子啊。我失恋了。失恋了呀？小事小事，失恋算什么？我跟你说，失恋的时候用黑白手机更配哦。我这里刚好有一部黑白界面手机，可以拿去试一下。不太像失恋的样子啊。什么是失恋的样子啊？为什么我的朋友们对我的失恋都如此冷漠？是因为我长得太死感了吗？电影主角们失恋了都去买醉，然后在路边的树下吐得稀里哗啦的，而我为什么失恋了还要测手机？超小众主打黑白的德国手机品牌，你可听说过？嗨，欢迎来到我是个气球频道。先不卖关子了，如果你是追求性价比的用户，那么这部手机你就不必考虑了。2400元，联发科 Helio P23 芯片，刘海，宽下巴， LCD 屏幕，背部双摄。仔细看只有一个镜头。背部实体指纹解锁， 4GB 的 RAM， 存储空间 64GB， 电池3000毫安时， USB 3.0 的接口和 3.5 毫米的耳机接口。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Blockphone Zero 18。排除了为发烧而生的消费者， Block 是一部定位极其小众的手机，极简黑白是 Blockphone 的最大特点。初始机身不带谷歌框架和任何的谷歌软件服务，没有 Play Store， 取而代之的是 App Store， 没有 Google Map， 而是诺基亚的 Here， 没有 Google Chrome， 而是声称不会追踪任何信息的 DuckDuckGo。UI 层面 ，Blockphone 给出了2种模式供用户选择 ：Minimal Mode 和 Block Mode。Minimal Mode 类似传统的安卓界面，除了不能把图标拖到桌面。果然很小众。如此没有含金量的界面，显然不是 Blockphone 的野心所在。Block Mode 才是 Blockphone 最希望你使用的模式。Block Mode 总共有3个界面，每个界面的设计理念都一样，希望减少打开程序的次数，从而降低手机对使用者的干扰。因为每打开一个 APP， 你懂的，很有可能意味着掉进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时间黑洞。主界面又称作 Tiles 瓷砖界面，在这里你可以将 APP 分门别类，在类别的右边显示着该程序的使用时间，时刻提醒手机使用，适可而止。下拉屏幕可以展开所有的分类，再次下拉全部收起。长按图标可以更改图标的亮度，或者是更改显示的风格为点状或条状。你也可以隐藏程序，或者将程序加上指纹锁。在主屏幕向右滑动，进入炫酷的 Root 界面。此界面下 ，Blockphone 希望用户主动输入指令来获取目标信息，比方说输入 Weather， 再输入 Here， 便可获得当前的天气情况。想查看新闻，选择 News， 输入来源，便可接收到当前的新闻。你没看错，就连网页界面也全是黑白的。还可以通过指令来控制蓝牙、WiFi、飞行模式，亦或者是设定闹钟。从主屏幕向左滑动是一个消息集成中心 ，Block 称其为 Tree。在 Tree， 你可以将同一个联系对象的手机号码、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Instagram、Telegram 合并在同一个聊天窗口中显示。长按右边的小图标，可以选择信息发送的渠道。没错，这就是 Windows Phone 的消息界面逻辑。可是呢 ，Blockphone 的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往往很骨感。就拿使用 Tree 发消息来说，可以正常发送消息的目前只有短信、WhatsApp 和 Telegram。Facebook Messenger、Instagram 虽然可以查看消息，但还是得跳转到主程序。这样的体验自然而然给人带来强烈的断裂感。归根结底，大公司不给开放这些接口，也无济于事。Blockphone 虽然处处都在创造不同，但同时也处处显示出了小公司的无奈。Root 界面虽然很炫酷，但核心功能却简陋无比。看新闻、查天气、搜索，这就好比一个需要输入才能使用的 Siri， 还是简化版。而且呢，虽然 Root 也可控制蓝牙、飞行模式和 WiFi， 但有了消息中心，谁会使用 Root 来开关蓝牙 WiFi 呀？没错，从上往下拉，那熟悉的安卓消息中心又回来了。它的出现把一切打回了原形。
无论 Blockphone 努力把自己变得多么的特别，依旧逃不出安卓手机的命运。而且作为安卓设备，它低端的配置终于还是拖了它的后腿，运存不足、设备崩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我失恋已经够惨了，为什么你还要给我用颜色这么丧、速度这么慢的手机？我就是希望你可以高兴起来呀。我看着它就高兴不起来。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别人，只是希望给你一部新手机，让你换一种心情而已。可是这黑白色的界面，我真的受够了。我想要换成彩色手机。那你进出一下背面的指纹识别呀。你看，这么丧的手机都能变成彩色，为什么你的心情要设成黑白色呢？应该向前看呢。Blockphone 虽然是主打黑白的手机，但如果你厌倦了黑白，也可以一键切换成彩色模式。备受鼓舞的焦瑟夫重新拿起手机，想去记录这个美丽的世界。我没有见过比 Blockphone 更精简或者说简陋的拍摄界面了。除了 HDR 和闪光灯的开关，就没有别的控制选项了。我们使用同价位的手机小米 Pocophone 来做对比，成像风格上 Blockphone 比较寡淡，对比度偏低，色彩呢好像还真的是 Blockphone 的绝缘体，很多照片的饱和度也低的仿似黑白照片。Blockphone 没有夜景模式，夜景的拍摄能力那就更不能比了。Blockphone， 你可以说它是独立品牌，也可以说它是个希望通过深度 UI 定制来卖贴牌机的厂商。这让我想起了好多年前创业初期的小米。小米也是通过 UI 起家，然后开始卖性价比高的手机，最后杀出了一条血路。在手机市场趋于饱和的今日，就连小米呢也开始专注研制芯片了，而专注小众市场，设计100分，硬件0分的 Blockphone 能走多远，我就不得而知了。怎么可以靠一部手机来治愈失恋的痛呢？虽然这还不是一部成熟的手机，但我应该学习它的精神，放下浮躁的心，简简单单的先做好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毕竟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啊。虽然焦瑟夫失去了爱情，但他却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财富。